河啦！此时此刻真想高歌一曲。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，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啊！咋了？你想家了？这不是浏阳河。我知道，这是我们农场附近的一条河，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老李河，但是它这个形状的话，也是属于9曲18弯，河床非常曲折，这就让我想到了我老家的那条浏阳河。想到浏阳河，那忍不住就想高歌一曲。要不你给挠力河写首歌？挠力河有歌吗？现在陆续开河了，控山水也下来了。你能听到那种稀稀嗦嗦的声音，就像那小冰面炸裂的声音，还有撞击的声音。现在的冰都已经变成树杈冰了，一捏就碎，形成一个小冰溜。这是我们农场附近最大的一条河了。这条河汇入的目的地就是乌苏里江。我考你一个问题啊，你知道它为啥叫挠力河？因为挠力河在满语中的意思是河床流荡不定。像挠力河的话，因为是河床比较曲折，并且汛期常常泛滥而著称，是最典型的那种蛇形河。像我们回来这4、5年的时间，它涨水的次数其实还是蛮多的，有时候这种两边那种农田就会被淹掉。还行啊，我以为你接不住我话，没想到提前做了功课还是咋的？废话，浏阳河是你家，挠力河是我们农田灌溉的主要河流呢。现在这个水位你看还是在这底下，我清楚的记得那一年发大水的时候，这个水直接就没过了那个桥，已经到了这儿了，朋友们。越过了这儿还不打紧，它是就是把水过去，还淹过了那边的一稻田。完了，你看哇，这边，哇，镜头切过来，那边有个小村庄，就是我们的隔壁连队。当时那个连队的人员都已经撤离了，断水断电。那个水有多大吧？虽然这条河的话，河床飘荡不定，而且经常有汛期，但是呢，自然环境非常的好。黑龙江就有一个自然保护区叫挠力河自然保护区。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白鹭啊、大雁呐、野鸭、野鸡啊、野生动物啊，非常多的。关于你说的这些，我还是信的。我在这儿看到过很多各式各样的那种鹿，至少在南方也看到过，也有看到了，只是少。白色的、灰色的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大雁，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雕。然后我在这附近还看到过狐狸、狍子什么的，就是没有看到过大老虎和大黑熊。在这里，除了自然环境好的话，其实在这种开河的状态下，有一个东西就是非常的宝贵了。那就是开河鱼，又称活人参。这个时间打捞上来的鱼啊，我跟你那老鲜了。我看着这水，我现在都想吃鱼了。而且它的肉质的话，其实应该是极其鲜美嫩滑的。因为一冬天的避暑不吃食，然后突然的开河，由冷变回暖的时候，那种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。是吗？下去捞。开河鱼我是每年都能吃着，这个不着急。但是好像跟我在视频中看到的现象不一样啊！我在网上看到那个跑冰牌，就感觉那个气势恨不得非常的威武霸气，但是现在没有出现呢。河窄了点。跑冰牌的话，因为是一种自然的现象，每年的4月中下旬呢，东北大地开始冰雪消融，万物进行了复苏。黑龙江、松花江等河流的话，也形成那种大小不一的冰块在河上飘着，然后相互之间撞击，就会形成一个大大的冰台，顺流而下。像这种景象的话，应该也只能在这种极寒的天气啊，经过长年累月的冻成厚厚的冰，然后再开化、再撞击，形成的一种场景。你说的我好，现在好想去看。要不咱这找机会不行，要感受一下。我也没有感受过，实地感受过。你作为东北的孩子，你怎么没感受过跑冰牌？但是你要看视频里、电视经常会报道，每年到一定的时期的话，会用炸药把那个冰炸碎的。是吗？要不跑冰牌会形成一种灾害，会撞向两边的河床、河岸。哦，河床就会变宽变大，容易就是撞两边的那种固堤坝，还是非常危险的。是吗？懂得真多。我是不懂你那么多了，说的那么专业，但是我知道水是非常重要的。金木水火土，水就是属于5行之一，而且关于水的至理名言有很多，比如说水是生命之源，这就不要过分强调了吧。还有什么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，还有你每次去大企业、大公司、大老板的办公室，后面都会挂着4个字：上善若水，水不争先，它争的是滔滔不绝，喝水不忘挖井人。还有我们现在互联网男友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啥？多喝个水。这些话无不在说明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冰面在慢慢炸裂呢。
我只知道一点，水对农业非常重要。水稻离不开水，要不然水在前面，稻在后面嘛。种水田，无论是在南方北方，提前要建设的一定是水田的水利设施。水利兴，五谷丰。小梦也是第一次看到跑并排这样的景象，第一次来劳力河感受这种开河的盛况哈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要去大江大海有吗？大海好像也有。大江大河里面去感受一下那种磅礴壮阔的跑并排现象，能不能带我去？能。大家伙要是看到了，艾特我一下啊。